1.4亿欧元天文望远镜拍出的照片，你看过了吗？你看到的这些照片，揭开了宇宙过去与现在、空间与时间所交织的秘密吗？今年11月7日，位在 L2 拉格朗日点的欧几里得望远镜终于传回来它升空后的第一批照片。这5张照片不只展示了望远镜的强大性能，更让我们窥见过去无法看到的宇宙深处的优美与奥妙。就让我们一起透过这些独特的照片，来一场探索宇宙的奇异之旅吧。今年7月1日升空的欧几里得望远镜任务是观察宇宙大尺度的结构，来研究暗物质与暗能量在宇宙中的分布与性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宇宙。去年7月，接棒哈勃望远镜任务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传回来了升空后的第一批照片，每张照片都美得震撼人心，也带着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眺望遥远的系外行星、恒星、星云与早期宇宙。当时我们制作了一集节目，和大家分享这批照片背后的重要意义。我们也提到，每个望远镜在完成校准之后，都会发布一批开光照，向外界传达望远镜已经可以顺利运作的好消息，同时也让大家了解这台新望远镜身上背负了哪些重要的使命与任务。而这次新升空的欧几里得望远镜也终于完成校正，传回不同于韦伯望远镜从另一个视角看宇宙的开光照。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欧几里得望远镜。它的观测波段是可见光到近红外线波段，目标是观测大范围、不同远近的宇宙天体。预计在6年的服役期间，建立完整清晰的宇宙3D 立体图像。只是准备要退役的哈勃太空望远镜，主要任务就是可见光波段的研究。去年任务才刚开始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则是红外线波段的佼佼者。那欧几里得望远镜有什么突破之处吗？制作花费1.4亿欧元的望远镜，当然有它独到之处。它强大的地方在于，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更高解析度的照片，同时拍摄更大范围的宇宙。比如哈勃太空望远镜需要好几天观测的天体，欧几里得望远镜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而且解析度更高。其实看他们的任务目标就能很快理解。现在在天空上的韦伯跟欧几里得虽然有部分任务重叠，但韦伯更着重在寻找系外行星与观察星系、恒星系统的演化。欧几里得呢，则是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宇宙，希望了解暗物质、暗能量在整个宇宙间扮演的角色。所以比起韦伯太空望远镜着重在拍摄小范围、高解析度的天体照片，欧几里得望远镜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要在短时间内扫描更大片的宇宙。因此，欧几里得望远镜也确实成为建立宇宙3D 立体图像的最佳望远镜。定期的大范围扫描天空，让我们能一窥宇宙随时间的演化动态。那么，就让我们来欣赏欧几里得望远镜的第一批照片吧。第一张照片像是在宇宙这片巨大的黑布上撒下大小珍珠，它是一张距离地球2.4亿光年英仙座星系团的影像照。宇宙中有许多星系团，英仙座星系团是其中之一，里面包含超过1000个星系，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之一。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不仅清楚拍下了星系团，如果将照片放大来看，还会发现背景中有许多过去难以看到的星系，数量超过10万个，最远的甚至达100亿光年。为什么第一批照片要选择拍摄星系团呢？因为研究星系团能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大尺度结构，进一步推算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比例。宇宙中的星系分布其实是不均匀的，有些地方有许多星系，有些区域则几乎没有。整个宇宙中天体的分布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巨网。可是为什么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是网状的呢？天文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后，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会有些微的不均匀。当宇宙逐渐冷却，气体物质密度较高的地方会因为重力吸引而塌缩，但因为温度很高，高温产生的巨大压力又让气体团反弹回来，就像挤压一个压力球一样，来回震荡的过程，气体会像声波朝四面八方传递出去，这称为重子声学震荡。最后，整个宇宙就像下毛毛雨时的池塘，形成有许多涟漪交织的网状结构。波腹的地方气体密度较高，变成星系高度聚集的区域，我们称为星系团；其他地方气体密度低，形成的星系数量较少，就像是宇宙间的孔洞。而根据宇宙学家计算，要形成星系团、宇宙网这类的宇宙大尺度结构，只靠已知物质提供的重力是不够的，很可能还有许多我们还不了解的物质参与其中，也就是暗物质。
这张照片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更彰显欧几里得望远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科学家深入了解暗物质的分布与本质。第二张照片是螺旋星系 IC342，离地球只有1100万光年，算是离地球很近的星系了。但由于它被明亮的银河系盘面挡住了，观测的难度非常高。欧几里得望远镜利用近红外线仪器穿透尘埃进行观察，并移除许多银河系中的恒星光芒，最后才形成这张极高解析度的照片，展现了它观测隐藏星系的实力。这个螺旋星系在天空中的大小相当于一个满月那么大，要一次观测这么大范围的天空，同时保有超高解析度，目前只有欧几里得望远镜才办得到。由于螺旋星系 IC342和银河系很像，观察它的演化有助于科学家理解银河系的形成过程。未来，欧几里得望远镜也会观测更多的隐藏星系和遥远的天体，绘制出它们的3D 分布图。第三张照片是不规则星系 NGC6822，虽然跟 IC342 银河系一样也是星系，但形状不是螺旋，而是不规则的，看起来就像缺乏螺旋力。透过光谱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星系中的重元素含量很低。重元素是透过大质量恒星核融合所产生的，重元素含量少，表示星系里的恒星才刚形成，也就是一个很早期、相对年轻的星系。科学家认为，在宇宙早期星系刚开始演化时，大部分的星系就长得像这样，质量小，形状也不太规则。之后，这些小星系会因为重力吸引其他星系，彼此相撞，融合成更大的星系，逐渐产生旋转的结构，形成像是银河系这样的大质量螺旋星系。所以，借由观测这些早期星系，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星系的形成过程。另外，在照片中，一颗颗蓝色的圆形区域是球状星团。球状星团中的星星都是由同一团气体产生，是宇宙最早形成的天体之一，有些甚至比星系本身还早。透过观测这些球状星团的运动，能协助我们更了解这个星系的形成史。球状星团大部分分布在星系的外围，以很慢的速度绕行星系，可能要好几年才能观察到它们的运动。那科学家要怎么知道这些星团是如何移动的呢？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观察它们与星系本身互动所留下的痕迹。在欧几里得望远镜传回来的第4张照片中，就呈现了这些细节。第4张照片是球状星团 NGC6397， 一个绕行银河系的球状星团。当星团经过星系中的高密度区域，比如暗物质集中区、悬臂或是星系盘面，星团中的星星会受到不同强度的重力吸引，使得星星彼此远离。这个力量称为潮汐力。顾名思义，与潮汐的产生是相同的原理。由于地球各处受到太阳与月亮的重力总和不相同，在重力较强的地方，海水受拉伸而涨潮；重力较弱的地方就会退潮。同样的道理，球状星团在靠近星系中心的一侧受重力较强，远离星系的一侧则较弱。球状星团因而被拉伸，形成一条由星星组成的尾巴，称为潮汐尾。透过观测潮汐尾，就可以了解球状星团乃至于星系的演化过程。如果没有潮汐尾，也可能代表有暗物质晕，阻止外层恒星逃脱，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暗物质在星系当中的分布。但要了解潮汐尾的形成过程，必须有星团中每颗星星的移动资料，也就是需要同时进行大范围、短时间、高精度的观测。而欧几里得望远镜的优势，这个时候就能充分发挥。它可以一次拍摄整个球状星团，而且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得到这张高解析度的照片，连里面的很暗的星星也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每隔一段时间拍摄1张照片，就可以制作成动画，了解星团中星体的运动轨迹。最后，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它看起来最为梦幻，犹如一张宇宙中以繁星点缀的丝绸。它是距离地球约1375光年的马头星云，也是离我们最近、正在形成新生恒星的区域。在星云的上方有一颗明亮的恒星猎户座 Sigma 星，这颗星辐射出的紫外光激发了位在马头后方的星云，形成明亮宛若薄纱的区域。组成马头的暗星云气体则因为温度较低，只有些微的热辐射，形成较为暗淡的前景，并且稍微遮掩了背后的明亮星云。前后星云层层堆叠，就像一幅宇宙给我们的水彩画。更进一步，借由欧几里得望远镜高解析度的照片，科学家得以从中看到更多类木星、棕矮星、婴儿恒星等，协助科学家了解星云中的恒星形成过程。
对了，在我们介绍微波望远镜的时候有提到，这些宇宙照通常不是它们可见光波段中真正我们肉眼所见的样貌，而是选定了特定波长后，透过颜色校正，甚至将不同波段的照片叠合才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选择不同的电磁波波段，或是采取不同的调色方式，得到的照片都会有不同风味。所以，如果你觉得这张淡丽的马头星云不满意，也有这张哦，特别强化了氢元素的红色光谱与氧元素的蓝色光谱后，成为一张灭世风格、带有点诡谲滤镜的另一种美照，是不是跟刚才的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呢？顺带一提，对我来说一样是星云照片，微波望远镜校色出来的照片，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比如之前介绍过的微波望远镜开光照之一的船底座星云，还有原本是望远镜大前辈哈勃代表作，后来微博又重新翻拍的创世之柱，都更令人惊叹不已。对比与彩度都高上许多，给人一种仰望广阔宇宙的壮烈感。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还太少。目前宇宙中的已知物质，包括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原子，根据计算只占宇宙质能的5%，剩下的估计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但宇宙的奥秘就像一张复杂的拼图，每拼上一小块，都会给我们一些线索，猜测周围的拼图可能会是什么。当拼得够多，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得知宇宙整体的图画长什么样貌，恒星的形成、星系的演化方式、暗物质、暗能量等等，都各自是一块块重要的拼图。唯有了解了它们之后，才能逐步得知暗物质与暗能量的奥秘。举例来说，暗物质所提供的重力在星系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被科学界接受的冷暗物质模型，假设暗物质是由质量很大的粒子所组成，透过重力吸引，聚集成许多小块。小块的暗物质再彼此融合成更大的暗物质团块，质量足够大的团块就可以吸引够多的气体，形成早期星系。之后再彼此融合成更大的螺旋或椭圆星系。但透过数值模拟，科学家发现这个模型有些问题。理论上来说，应该要有数百到数千个小卫星星系绕行像银河系这么大的螺旋星系来旋转，但是天文学家实际上只观测到约10个小星系绕行银河系，这个是著名的卫星遗失问题。因此，科学家又提出更多暗物质模型。比如与冷暗物质相对的热暗物质模型，可以透过热运动所产生的压力抵消重力，使得小暗物质团块变得不稳定，从而解释为何小星系的数量那么少。除了热暗物质以外，还有众多的暗物质模型，但要证明哪个模型是正确的，就需要更多观测数据与星系演化的模拟结果来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到答案。不过，看过欧几里得望远镜传回来的第一批照片，并了解其中代表的重要意义，就能充分感受到我们离解开这个谜团又更近了一步。还没完哦！预计于2027年升空的罗曼太空望远镜与欧几里得望远镜相同，都肩负研究暗能量与暗物质的重要任务。两座望远镜将一同观察大范围宇宙，期待能为科学家带来宝贵的资料，解开这盘旋好几十年的谜团。最后想问问大家，在这批照片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呢？你喜欢的是英仙座星系团吗？这个大尺度的宇宙图像竟然长这样。还是喜欢螺旋星系 IC342呢？没想到我们的邻居竟然这么漂亮，这么具有螺旋力。还是你喜欢马头星云的照片呢？这个有层次感的星云照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啊！你有更多希望我们介绍的天文照片吗？欢迎跟我们说，让我们来好好介绍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内容。记得订阅偏财泛科学频道，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科学议题。晚上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天空哦。我们下次再见。